对了，吴乐志，你去告诉北山，那辆山金局的马车还藏在后院，请他处理一下。是。一定认识。当我用刀挑开你的风帽时，我会大吃一惊的。哼，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吧。案的凶手，你是谁？抓你的人。喂！
山尘烟大起，定是突勒人在调动大军。看烟尘漂浮的方向，突勒主力似乎在向敦煌以北集结。不错。大将军，你看，斥候回来了。报！报！快快让开！报！禀大将军，突勒统帅齐葛麾下的2个鹰师、1个豹师，通过北山，向敦煌以北运动。再探。是。取地图来。2个鹰师，1个豹师，5万余众，向敦煌以北运动。齐葛会不会想从北翼突袭敦煌？敦煌以北地形平坦，大军无法隐蔽，突袭是谈不上的。如果说齐葛想凭5万余众强攻敦煌，哼，那他也太自不量力了。怪哉，突勒人究竟想做什么？突勒统帅不玩兵法，打仗素来是没头没脑，很多时候是打一下就跑，抢完了就走。大将军不得不防啊！传令：敦煌以南镇远、阳明、灵沼、丰邑4个隘口的驻军，立即收缩至敦煌以北待命。是。可大将军，将守隘口的主力调离，一旦突勒人向隘口发动攻击，我们可就被动了。敦煌以南没有突勒主力，即使发动攻击，也不过是小股部队，不足为虑。立即传令。是。过来！哎，怎么了？哎，你听，那什么声音啊？哎，听到了吗？好像是马蹄声。马！情况不对，快去报告队长！是。
快点放火！关中，直奔洛阳。是，出发。是。镇远隘口遇袭。镇远隘口是突勒骑兵吗？有多少人？烽火传信，具体情况不明。再探。是。传令，发兵镇远隘。军士都变成了白骨。大将军，这绝对不是人力所为，是鬼，是鬼呀！住口！身为大军副将，妖言惑众，该当何罪？大将军恕罪。哼！有没有幸存的军士？末将率人查遍隘口，没有发现活口。大将军，弟兄们都阵亡了。大将军！大将军，怎么了？大将军，刚刚我们在烽火台下发现了一个人，他还活着。哦，快抬过来！大将军，快说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妖怪，是妖怪！妖怪？是妖怪，他们像黑云一般，骑着快马冲进隘口，兄弟们转眼间便被他们踢成了白骨，太可怕了！这些人是怎样将人踢成了白骨？他们举着弯刀，坐在马背上，像旋风一样，围着咱们的弟兄转上2圈，兄弟们就变成白骨倒在地上了。大将军，这些都是小的亲眼所见的。镇定一下，不要害怕，仔细想想，这些人有没有说过话？他们好像讲的是突勒话。突勒话？是。他们有多少？大约有50左右。只有50人。大将军，你没有看到，他们真的不是人，是妖怪，是妖怪呀！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小的点燃烽火后，跳下了烽火台，他们以为小的摔死了，这才……他们朝哪个方向去了？关内方向。带他下去疗伤。是。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难道真的是突勒骑兵？突勒骑兵怎么会将人剃成白骨？又为什么要进关呢？传令，命前锋飞虎军全力追赶，绝不能让他们入关。是。就是这儿。山兄、北山兄，别来无恙，一切安好。二位千里驱驰赶到敦煌赴约，真是感激之至啊！请。太子殿下，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突勒这边我已经全部联系好了，夺了5部，木昆3部，突厥13部，5个营师，16个报师，共30万人，听我号令。只要吉利可汗一死，立即夺取牙帐，进攻大周。然而，我知道殿下想说什么。哦，殿下想说的是一个人，狄仁杰。狄仁杰是我心中最深的恐惧。此人不出大事，休想成功。英雄所见略同，这也正是我与南山兄来见太子殿下的目的。说起来容易，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狄仁杰好像是打不败的。从幽州到崇州，从我父亲默度到吉利可汗的儿子默绰，从金木兰到萧清芳，每一次举事都被狄仁杰粉碎。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谁才能够杀死狄仁杰。哦，你知道？当然。谁？皇帝。当今天子。是的。这个我也知道。可是狄仁杰是武则天的左膀右臂，以之如泰山，怎么可能杀他？世间之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哦，请。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划。是的，我与北山兄议好了一条连环巧计。既能除掉吉利可汗，更可陷狄仁杰于死地。快告诉我！吉利可汗的寿诞将至，皇帝为他准备了一份厚礼，而这份厚礼同样也是为我们准备的。哦，什么厚礼？由本朝金银器巨匠将作大监沙尔汗率善金局顶尖工匠，花费9000两黄金、数10斤珠宝制成的海兽细波黄金大盘。黄金大盘？正是。
一切便从这只大盘开始。哦，太子，善金局，皇家制玉坊，专为皇帝制作金银器所设。房内集中了本朝、波斯、大使等诸国的数百名顶尖金银器制作工匠，为皇帝制作大量美轮美奂的金银器。不但在当时蜚声海内外，有很多精品更是流传至今。善金局隶属内侍省匠作监，由皇帝的宠臣、匠作大监沙尔汉专管。由于局内常存大量金银，因此南衙下辖的500名铁甲禁军昼夜把守。不管是王公贵戚、亲信阁僚，即使是匠作大监沙尔汉本人，要进入善金局，也必须经过严格检查。快点，把中国抬过来。是。轻一点，轻一点。是。盖盖好。是。放那边。是。沙大人驾到！大监呢？叩见大人。诸位请起吧。谢大人。你们继续。是。大人，怎么样了？自昨日未时起火，至今晨卯时，9000两黄金已全部融化成水，用17个半时辰。金水现处于泛铸炉之中，青铜铸模已安置妥当，只等大人到来，泛铸便开始。非常好，你们辛苦了。承大监观测，卑职等职责所在，不敢言辛苦2字。近日泛铸之器，自图纸用料、垂叠錾刻，乃至设色花纹，都是由圣上亲自夺定，可谓是皇帝亲监，非同小可。尔等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切切不可出错。谨领大人教诲。开始吧。测试炉温。大人，仍是高热，还要再等等。不能再等了。大人，炉温过热，金水流淌，一旦铸炉角度拿捏的稍有失当，金水必定喷溅而出，后果不堪设想啊！一杆，轻放2寸。
角度太大了吧，金水会溢出来的。3杆，上调3寸。大人，角度太大，怕是不行了，赶快回炉吧。2杆上调5寸。大人之能真是冠绝今古，9000两金水是涓滴未洒，难怪圣上以大师之名誉之啊！风者已到，北禅兄，你那边怎么样？10日之后善金局。好。小事的留下随身财物，否则要你们脑袋！
参见刺史大人。陆司马，为何击鼓啊？刚刚接到南市坊政里长来报，昨天夜间南市东街柳条巷发生命案。哦，据坊政演讲，共有3名死者，尸身血肉皆无，只剩下3副骨架。有这等事？是啊，卑职也觉得此事颇为蹊跷，因此才惊动刺史大人。备轿，去南市。是。这个无忧德，真是该死！请陛下息怒。哼！陛下，河西军械局一案已基本查清，南平郡王武攸德违反朝廷禁令，与其姑表兄河西军械局司正赵永荣倒卖军械，谋取暴利。然目前证据尚未收据齐整，臣请陛下暂时不要惊动南平郡王，待证据确凿之后再做驱除。也罢，此事就交由你全权处置吧。是。淮英啊，臣在。最近守卫东皇的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屡传唐报，说突勒骑兵进犯关河，烧杀剽掠极其猖獗，此事令朕甚为忧心呐。臣看到了各部的行文，陛下，这恐怕又是突勒国内的好战贵族在兴风作浪。陛下还记得数年前在幽州伙同逆渠金木兰谋刺吉利可汗的突勒贵族莫度吗？当然记得，他是吉利可汗的叔父。怎么，他不是已经被处死了吗？而今他的儿子赫鲁太子深得好战贵族们的拥戴，在突勒国内极有与吉利可汗分庭抗礼之势。哦，有这等事？所幸的是，突勒的精锐虎师拥戴吉利可汗，这才致使赫鲁等人不敢妄动。哎，淮英，这些你是从何得知的？陛下，恕臣妄见，臣与吉利可汗常有书信往来。罢了，朕知道，你也是为朝廷为社稷。谢陛下信赖。淮英，我们坐下说吧。是。坐吧。谢陛下。目前的情势，是战是和，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处置？用兵八荒之外，以为圣人之训，再加上战资耗费，轮属转运，势必导致国库空虚。一旦遭遇天灾，则天下大乱，根本动摇，国无宁日矣。因此，依臣之见，和为上策。与朕所想一致。淮英啊，2个月后的19号是吉利可汗的寿诞，朕拟效太宗皇帝之故事，则以宗室之女赐予吉利可汗为妻，派使团护送至突勒，一来为赐婚祝寿，二来以和亲为纽带，巩固2国盟好之约。陛下雄才大略，臣钦敬之至。只要和亲一成，我与突勒变成姻亲，那些好战贵族就是想战，也不敢说出口了。数日前，朕已命殿中省画旨下达诸王公宗室家，看看谁愿意献女辅国。
陛下，前夫突勒道阻且长，途多凶险，况且护送公主责之大矣，故出使之人要斟而酌之。是，朕正在考虑此事。淮阴，你有合适的人选向朕举荐吗？臣倒是想起一人。哦，何人？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精通突勒语言，与吉利可汗交情颇深，再加上他手安边事，武艺高强，堪当此人。朕倒是把他忘记了。洛州刺史曾泰曾任凉州刺史，对突勒及边事也都非常熟悉，可谓元芳之父。好啊，让朕再考虑考虑。陛下，说起寿诞，1个月后便是陛下的千秋圣诞了。淮阴啊，你身领阁台，又兼洛州牧，可说得上是外治关河，内理家园，劳苦功高啊。这些都是臣应该做的，何劳陛下勉为？朕寿诞之时，左班由太子为首，右班便由你为首带进。谢陛下。恩师，曾泰，你怎么在这儿？在等您呢。等我啊？看你这股至诚的劲儿，一定是又有难解的案子发生了，对不对？恩师，要不说您是神人呐，真是不假，一猜便中。昨夜，南市东街柳条巷发生命案，3名死者被快刀劈成了白骨。劈成白骨？正是。学生率司马和法曹勘察了现场，地上扔着3柄钢刀，周围的地面、墙上沾满了血肉，形状非常恐怖。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痕迹，学生难以定夺，因此特在宫门前迎等恩师，请您莫辞辛劳，与学生同到现场勘察一番。我这个洛州牧不仅是你的上官，也是洛阳百姓的父母官。自己地面上出了事，当然该去。对了，你派人回府，把元芳也叫到现场。学生早就派人去了，这会儿元芳应该已经到了。好，想到我前面了啊！走吧。好。闪开！大人来了！让一让！大人，你看，他果然已经到了。元芳啊，这才叫兵贵乎神速啊！卑职蒙洛州刺史曾大人见召，敢不从速乎？罢了，无端一时，皇家卫率领袖李大将军，学生可是做了个僭越之罪呀！元芳，怎么样？有何发现？大人，您看，这把刀没有开刃，刀尖也是钝的。不错。
3柄钢刀都没有开刃。真是不可思议啊！就现场的情状来看，3名死者真的是被人当场踢成白骨。啊，大人，卑职也是这样认为。不仅如此，从墙上的血肉痕迹及死者白骨上的刀痕可以断定，凶手绝不是杀人后慢慢将死者踢成白骨，而是在死者活着的时候瞬间完成的。什么？瞬间将一个大活人踢成白骨？这不大可能吧？人是动的，不会死站在原地任人宰割。退1万步讲，就算是死者原地不动，任由凶手施暴，能在瞬间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踢成这般模样，这需要什么样的刀，又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和速度啊？但是，这恐怕不是人力所能及的呀。玉红，元芳说得很对，可以肯定，行凶之人是在迅猛的动作之中将死者踢成了白骨。真有这种事儿？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今晨尹某之间，行凶之人走进柳条巷，突遭3名持刀强盗的围抢。这一点从地上没有开刃的钢刀可以得到证实。恩师，您的意思是，地上这3具白骨是持刀的强盗？不错。可恩师，这3把没有开刃的钢刀，怎么能够证实这一点呢？是啊，大人，我也不明白。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完全可以想到，只是你们心中有一种常人都会有的同情心理，先入为主地认为死者肯定是受害人，对吗？是，也许吧。这样吧，元芳，我给你提个问题：如果换了你，拿着一柄没有开刃的钝头钢刀，深夜跑到街上，你会做什么呢？拿着钝刀上街，肯定不是为了杀人，会不会是为了卖刀啊？半夜出来卖刀？确实晚了点儿。大人说的不错，这3个人拿着不开刃的钝刀，是想吓唬半夜过路的胆小行人，抢劫财物。没想到他们碰到了一位末路豪强，就在他们将此人围住的一瞬间，此人拔出了随身的武器，转瞬之间便将3名强匪踢为白骨。这一点从地面和墙上4件的血肉可以得到证实。如果行凶之人是将死者杀死之后再行剔骨，墙面上是不会见有血肉的。有道理。可恩师，我还是难以置信，这世上真会有这样的人。曾兄说的不错，行凶之人刀法之精，力量之大，速度之快，都是卑职平生仅见。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大人，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神秘人物绝非中土人士。是的，中土武功以技巧著称，讲究的是闪展腾挪、飞纵提拔，发力讲借力攻力，很少有这种全凭自身速度和力量的硬功夫。
上头说呀，洛阳城中会有突勒奸细，目前刺史府衙门正在全城搜索。从即日起，洛阳八门只开城中的上东门，其余7门全部关闭了。哎，抓奸细！走，上边只能走上东门了。走。诸位街坊听真，刺史府现正捉拿隐藏在洛阳城中的突勒奸细。哪一户家中有化外之人，或将房舍出租给化外之人的，立刻知会本方方正，否则以通敌论处。今日午后，刺史府将派3班衙捕进方，挨户搜查。各方胡人到堂，快走！证人玉红带到。叩见大人。起来吧。谢大人。玉红，你要仔细辨认，不可粗疏大意。妾身不敢。开始吧。是。走吧，没什么。啊，站住！啊！您来了。他们在吗？在后面，请他们到院中。是。太子殿下，出事了！怎么了？除了我和南山，还有别人知道你们在洛阳吗？当然没有。我们才到第3天，除了你们谁也没见过。到底怎么了？不知为何，现在满城在抓突勒奸细。啊！洛阳8门已有7门封闭。午后，刺史府的衙捕就要来到这里，挨户搜查。什么？你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吗？不管是冲谁来的，你们都必须马上离开，到外面去躲避几日。否则，一旦被捕快和禁军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太子殿下，你们马上收拾一下，咱们立刻出城。好。恩师，哦，曾太啊，您又在想吉利可汗？是啊，自时过一别已近5年，也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哦，曾太啊，
有什么收获？恩师，全城都动起来了。今天上午，洛阳各房带到刺史府的胡人就达60人之多。薛盛情想话痨的玉红前来辨认，都不是我们要找的人。非常好，目前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秃噜人已经待不下去了。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混出城去。曾太，立刻通知元芳，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打起10分的精神，绝不可疏忽大意。是，薛盛马上赶到上东门。站住！过来！恩师说，蛇就要出动了，让他们打起精神。站住！这兄弟，那是什么车也查呀？没辙呀，上峰差检是不得不查呀。我们是善金局的，车上装的是火池内的炭土，兄弟，这可是皇帝家的事儿，查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别怕，既是内侍省的车，就过去吧。哎，多谢啊，兄弟。好，等等，大人，是哪个让你私自放人出城啊？他说他们是内侍省的车辆。那又怎么样？任何人、任何车辆，不经检查都不得出城。哎，老兄，我看你是不知道内侍省是做什么的。我看你是不知道洛州刺史是做什么的吧？这位便是洛州刺史曾大人。刺史大人，属下的有眼无珠。起来说话。你们是内侍省哪个局的？善金局的。你们的官长是哪位大人？将作大监沙尔汉大人。车上装的什么？是熔金用的炭土。出城做什么？回大人，善金局每日清运渣土，午时、申时各一次。通常是走北门，可今日北门封闭了，只能从东门绕行。仔细检查。是。快检查！都给我查仔细了啊！查仔细了！放亮点啊！好。有没有后面？没有。站住！
哎，啊，车上铁锹拉渣土场了，回去取。你们先回吧。哎，我知道。堵着城门干什么？啊，对不住，我们东西落城外，得马上回去取。我们错车掉头啊！快去吧，多谢了啊。岳父，怎么样？有收获吗？确实是单金局的运土车，没有什么可疑的。我跟着他们到了北门的渣土场，又跟着他们回来，没有发现。我们车上铁锹落渣土场了，我们得回去取。你们先回吧。啊，哎，我知道。堵着城门干什么？啊，对不住，我们东西落城外，得马上回去取。我们错车掉头啊！快去吧，多谢了啊。快上啊！好，就。不好，上当了！怎么了？回来再告诉你。姑娘，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宿啊？打尖儿。好嘞，您里边请。照顾好我的马，用最好的草料。得嘞，姑娘，您就请好吧。哎呦，二位客官，您是打尖儿啊，还是住店呢？住店。哎，好，里边请。你这儿有没有上法？有。将我的马车拉到后面藏好，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不管谁问，都说没看到我们。啊？懂吗？哦，懂了。您就请好吧。里边请。哟，客官，您来了。哟，呀，客官，客官，您来了。您是打尖儿啊，还是住店呢？伙计，啊，有没有一辆曹帮上刻着内侍省单金局的运土马车来过这里？赶车的是2个身穿内侍省公服的人。没见过。
客官您慢走啊。客官，怎么了？真的没有见过。哎呦，这真的没有。你听清楚，我是洛州刺史府的官差，正在抓捕逃犯。如果让我发现你在撒谎，你就要倒霉了。真的没见过。发现你在撒谎，你就要倒霉了。这位大人，求求你饶了我吧！我问你最后一遍，答对了我就放了，如果答错了，不会再有哪里了。我说，你们两个人住在哪个房间？住甲号客房。太子殿下，你说那些洛州刺史府的官差是冲咱们来的吗？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才到了3天，从来没有暴露过身份，他们怎么可能知道？难道是那天夜里我们在南市杀掉那3个强盗？可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他们怎么会联想到我们身上？这太不可思议了。如果说世上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一定就是狄仁杰。惊动了狄仁杰？嘘，小点声。吴乐之，你看到了吧？就这么一次随意的出手，险些令我们彻底暴露。今后要加上12万分的小心。我明白了。原来是只野猫。朱烨，你不是在山西老家照顾大老爷吗？怎么回来了？大老爷说叔父这里更需要人，他一定要让我回来。我拗不过他，只能遵命。哦，哎，你怎么会盯上那2个秃勒人？这2个家伙跟我同时到达这里，我一听他们说秃勒话，又鬼头鬼脑的，就知道不是好东西。真有2下子，不愧是大人的侄女。你只要一捧我，就是有事要求我了。知我者，你也。朱烨，这2个秃勒人非常重要，事情紧急，不计细数。你马上骑快马赶回洛阳，请大人率人前来。就这2个毛贼，
还用这么兴师动众，咱俩进去手到擒来。你不要小看他们，那个叫吴乐志的刀法非常精湛，能够瞬间将人剃成白骨。哦，有这样的事？你我贸然动手，一旦被他们逃脱，那就前功尽弃了。所以你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洛阳。好，你要小心。放心，你去吧。单金菊的马车，正是。元芳似乎发现了什么，一路追了下去。单金菊是为皇帝制作金银器的御用作坊，在承福门内归内侍省将作监该管，由将作大监沙尔汉主理。恩师说的对极了，这个沙尔汉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乃本朝金银器制作大将。他是波斯人，技艺超群，从范铸、锤叠、鎏金、錾刻，到铆接、切削、镶嵌，以及掐丝与金珠焊缀，各项工艺无一不精。真可以说得上是第一高手。此人虽不入庙堂，却是圣上的宠臣。学生也听说过此人，难道这个沙尔汉和突勒人有什么关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还是等等元芳的消息吧。叔父，叔父，叔父，如叶，你怎么回来了？叔父，是大老爷让我回来照顾您的。先说正经的，我在洛阳以东的迎宾驿馆中碰见了元芳。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是的，有2个贼头贼脑的突勒人混在驿馆之中。元芳说这2个人非常重要，让我回来报信儿，请您和曾叔叔火速前往。太好了，曾太，电骑刺史府3班衙部。是。如叶，拿我帖子，请大将军王孝杰率魏军前来。是。山。哎，队长，快点！快！太子殿下，此地不能久留，我们要马上离开。难道这里也不安全吗？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此案是由发生在南市的一桩凶杀案引起。由洛州刺史府经办的，而洛州刺史曾泰就是狄仁杰的学生。由此推断，狄仁杰很有可能介入了此事。啊，真的惊动了狄仁杰？鉴于这种情况，为慎重起见，请殿下莫辞辛劳，立刻随我离开此地。啊，好。我们要到哪里去啊？一个安全的地方，到了殿下自会知道。马车已在后门等候，为不引人注意，我先出去。你们收拾妥当后，到后门上车。辛苦你了。对了，吴乐志，你去告诉北山，那辆单金菊的马车还藏在后院，请他处理一下。是。
定认识。当我用刀挑开你的风帽时，我会大吃一惊的。哼，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吧。案的凶手，你是谁？抓你的人。喂！怎么回事？大将军，刚刚有人抢马跑了。师傅，怎么样？抓到了一个，另一个跑了。哦，哎，远方呢？去追了。大人。嘿，大人，您这招敲山震虎真是管用。
这两个秃勒人果然在城中待不下去了。下午，他们化妆成善金局的工人，在城门前耍了个调包的诡计，本意骗过了我，可卑职突然觉得不对，翻身再追，最后在迎宾驿截住了他们。哼，还不是我先发现的他们，也不提一句。好，功劳都是你的，行了吧？谁要和你抢功啊？没人夸我，自己提一下还不行？好了好了，有功有功，大家都有功啊！好，元芳啊，刚刚你说这两个秃勒人是坐着善金局的马车出城的？正是，他们安排得非常巧妙。马车先是出城到扎土，卑职一路跟踪，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回到洛阳，刚进城门，其中一车夫忽然说要返回扎土场取东西。由于他们刚刚驶进城门，守城的军士便没有让他们再到出城口接受检查。于是马车原地掉头，两车相错，后车将前车挡住。就在此时，早已等在一旁的秃勒人窜上马车，而原来的马夫跳车离去，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掉了包。善金局的马车，善金局的官衣，善金局的工人，还有这条巧妙的调包计。如果不是元芳临时急制，此时这二人已经逃出罗网。你们想一想，如此周密的计划，单凭两个秃勒人能够完成吗？定有内奸帮忙。大人，刚刚有一穿黑斗篷的神秘人物来到这里，秃勒人称其为北山。北山，此人对我们的行动内情非常了解，甚至知道曾兄与您之间的关系。他断定你已经介入了此事，因此要两名秃勒人立刻随他离开。听那人说话的口气，绝对是个做官的，而且不是个小官。你看到他的长相了吗？最可惜的是，刚刚我已在后院制住了他，正要揭开他的真面目。恰在此时，乌勒之背后偷袭，我二人酣战之间，此人趁机溜走了。看到了吧？此案绝不像我们表面看到的那样简单。这两个秃勒人在神都的根子很深呢。哦，对了，元芳，刚刚你说到乌勒志，谁是乌勒志？就是那个将人踢为白骨的秃勒高手。能确定吗？刚刚我二人交手时，此人竟在瞬间击出上百刀，由此可以断定，柳条巷剔骨案的凶手定是此人无疑。那他人呢？本来我已将他打伤，谁料想此贼施出诡计，夺马而逃。大人，是卑职无能。哎，双方交手，胜负都是难以预料的。对方使用诡计逃脱，就更是在情理之中的事，这怎么能怪你呢？只要能够确定对方的身份，今后的事就好办多了。哼，这个乌勒志定是突袭镇远隘口那支神秘骑兵的首领。他奶奶，只可惜让他跑了。小姐，放心，下次他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元芳，只要能抓到这个贼种，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我们抓住了他的主子，你还怕他会跑远吗？哦，他的主子？元芳啊，我说的不错吧？只要是大人说出口，就一定不会错。可以肯定，屋内的那个秃勒人就是乌勒志的主子。我亲耳听到乌勒志和穿黑斗篷的北山都称其为太子殿下。太子？难道像几年前的莫绰一样，又是吉利可汗的儿子？在突勒，不光是吉利可汗的儿子，多禄五四金、努什毕五绰，以及各个部落小可汗的儿子，都被称为太子。哦，是这样。可说呢。然而，据我对突勒贵族的了解，能够意识乌勒志这样高手的，绝不会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好，吴彦，你领军士将驿馆周围仔细搜查一遍，看看还有没有可疑的人和物。是。
我们去见见这位太子殿下。是。Timmy Smith。Timmy Smith。狄仁杰。你是狄仁杰？原来你会讲汉话。是的，我就是狄仁杰。我再问一遍，你是什么人？我是突勒商人。商人，是率骑兵突破我镇远隘口，将200名守隘士兵踢为白骨的商人吗？你的手下乌勒智和刚刚来到这里的黑斗篷北山称你为太子，你们突勒人都管商人叫太子吗？这些你怎么会知道？因为我的属下一直在暗中监视你们，你的一言一行都在本阁的掌握之中，所以我奉劝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否则一旦天威降临，你就是粉身碎骨。说吧，你叫什么名字？我是夺路部大司军的儿子，玉谷社。到洛阳来做什么？来会朋友。放你的狗屁！你调动齐格大军做疑兵，一路闯关斩将，潜入洛阳，只是为了来会朋友。你的话，鬼都不会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信不信由你。叔父，叔父，怎么了，如烟？叔父，这只马鞍带是我在后墙外的气窗下找到的，您看看吧。更不是夺路部司军的儿子玉谷社。你的父亲是吉利可汗的叔叔，多年前因反叛罪被处死的默度，而你是好战的五部贵族首领赫鲁太子。什么？他是赫鲁？正是。哼！短刀上刻着他的名字。这枚纯金令箭更印证了他的身份。元芳啊，念给大家听听。夺路五部之可汗，御风者的主人，沙漠中的雄鹰，赫鲁伊利耶。你现在还有何话讲？想不到我们父子两代竟会死在同一个人手里，天不佑我，真是时也命也，我无话可说。赫鲁，你无视两国盟约，不听吉利可汗约束，公然点燃战火，率领五部好战贵族，
屡犯我境，烧杀剽掠，真是罪不容诛。我来问你，你今次阴潜洛阳，有何阴谋？不必多问了。既然落入你们手中，要杀要剐，请便吧。我知道，本朝之中定有内奸与尔内外勾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个什么北山，就是其中的一个。说他是谁？不要白费力气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听说过内卫吗？听本阁好言相劝，知时达物，如实交代，否则将你交到内卫手中，到那时恐怕想死都是件奢侈的事情。你他给！来呀，将此贼暂押洛州刺史府大牢之中，10人一班，严密看守，任何人不得接近。是。走。小姐啊，你不该发怒啊！这一次我们抓了一条大鱼。啊，元芳。是啊，赫鲁是好战贵族之首，抓住了他，就等于砍下了5部贵族的脑袋。他们群龙无首，用不了多久，自己就会内讧起来。话是不错，只是太便宜这个王八蛋了。哼，我说谁有这么大能力，竟能调动齐国的主力做疑兵，原来竟然是赫鲁。一定要撬开赫鲁的嘴，将隐藏在朝中的内奸挖出来，否则祸起萧墙，国无宁日。明日我们就进宫，将此事禀明圣上。